那谁先来呀？接下来，要不按顺序，大耳，要不小的先来吧。讲谁？好吧，我先来吧。好，因为我真的有考虑到阿星他跳了这么多歌曲，身体就是现在很累，然后又肯定很渴，给你准备了一杯美式咖啡，然后加一点我喜欢的东西，西兰花，然后对，就是希望你待会儿就是下去休息的时候可以喝它，好吗？好，这是要不我现在先喝一口吧。有点像发霉了。好吧，没事，你的心意嘛。疯了吗？有味儿吗？因为我洗过了这西兰花，就是你还没洗？哎，是西兰花美式，好喝吗？其实有一点香味的，其实还挺好喝的。哎，真的吗？对，你要喝一口吗？我天天做给你喝吧，好吧？好。我给阿星，所以你刚刚回来不会是盯着我的肥肠，想往里面放一块肥肠吧？那太油了，我不想到阿星刚跳完舞肯定会就是不舒服，然后吃肥肠的话，所以说给他准备了一个素的放进去。你可真贴心，贴心。那我这封信的名字叫做《努力的阿星》。那么我之前就是在跟高雪莉私底下讨论嘛，就是我们讨论 H 队有哪些成员就是越相处越喜欢，然后我说，哎呀，我都越来越喜欢阿星了，因为其实之前跟阿星呢没有太多接触，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大前辈的感觉。然后后来呢，机缘巧合，流浪到了张欣和许杨一卓的房间后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小直男阿星真不错。觉得很感动的是，就是我不是那个时候每天都要上网课吗？然后阿星他就会早上给我做冰咖啡，然后他知道我第一次喝美式一定会觉得很苦，然后就在里面加了奶，然后还很精致的放上了一根玻璃吸管，旁边还配上了个全麦面包，怕我上网课的时候饿肚子。他这系列早餐给我端上来的时候，当时网课3小时，我分心了2个半小时。因为我呢就是一直在想啊，他这个咖啡怎么弄的这么好喝？因为我以前在外面从来不喝咖啡，就很难，我觉得很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给我喝的非常好喝，而且他那个全麦面包也是，我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全麦面包。因为我在外面吃都是又干又硬的，然后他给我吃那个就是软绵绵的，就是感觉里面加了那阿星爱的味道，所以说。然后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接受了咖啡。阿星，你有没有发现我这2天就是这几对，最近一直他有在点咖啡，只是他每次点的都是雷，什么薄荷。因为我就是后来我发现阿星他就是知道每个店铺、每个品种、每个味道的咖啡，很恐怖。然后我就很不服气，我就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他没喝过的。然后前几天呢，我点到了一个很难喝的 Mojito 无酒精饮料，咖啡也算是，然后就像是牙膏挤进了那种美式的味道。然后当时我高兴的要死，我一定要给阿星来一口。然后当时我们正好去录音嘛，你在我前面 对吧？然后我就当时就想把吸管塞在他嘴里，我说啊你喝。然后他一定就会夸奖我，他肯定会说什么哎提提你好厉害啊，什么你是第一个喝过我没喝过种味的咖啡。结果你当时说啥？反正他很高兴就说啊这个我喝过很难喝，但是我整个就是心都碎了，因为我想他这么难喝的饮料都喝过，他有什么苦不能吃呢？然后重点来了，一说到这个不得不提啊，阿星真的是很能吃苦的一个人，我见过真的，不管是味道上的苦还是生活的苦，你知道吗？他平常不喜欢吃任何甜食，我觉得很厉害，然后带糖的饮料他都不喜欢，然后各种甜品他从来就是拒绝，然后不管多苦多累呢，他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，他从来就没有喊过一声累，然后就是默默的坚持下来。像我就是随便举个例子吧，因为我们之前我自己也拍过 vlog， 当时我觉得1个月拍1次1-2个还挺好玩的是吧，剪。但如果说你每天做这件事情会变得非常的枯燥，而且阿星他每天白天他是有通告的，有很多时候都有通告要拍各种东西，所以说他只能把剪视频的这个事情呢放到半夜1-2点开始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半夜可能只有一盏台灯，还有一杯咖啡陪在他身边。那现在还有许杨一卓陪着他，就是这件很枯燥的事情，他坚持了这么多年，默默的剪了大概300多个视频，我看了一下，没有任何的怨言。然后，所以今年呢，我希望他的工资越来越高，通告越来越多，粉丝越来越多，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总选成绩一次比一次好，然后这样才能对得起他的所有努力。
我呢是永远爱你的4女儿，希望你今年能达到自己的目标。啊，好感人，谢谢你4女儿，感人，谢谢。蒋淑婷平时就有时候前段时间嘛，就一直也在我房间，所以呢，我也会很照顾她。因为其实我没有经历过网课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但是看她每天就是很认真的，就一直对着那个电脑在看，也当时很怕她就是近视会不会加深什么，会有这种就是家里大人那种感觉的。然后希望现在蒋淑婷也越来越好了，希望她以后就是也能在这个舞台上闪闪发光，今年也能达到她自己的目标。好，谢谢。耶。